大家好，我来啦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9号，星期六。我姑丈呢住在新竹的姑丈呢，就约亲戚朋友到他们家参加寿宴。他今年80大寿，这说什么是一定要参加的啊，所以我就很早跟我表哥说我会去，而且我会骑重机去哦。我一直很关心当天的天气会怎么样，所以一直看预报，终于到了早上，不用看预报啦，因为天气非常好啊！你看天空没什么云啊，风和日丽的，真是太棒了，不用担心会下雨或是骑到一半要穿雨衣什么，完全不用。你看这天气多好啊！真庆幸今天是好天气。我预计是走台64到巴黎，再接台61到新竹，转上台68快速道路，从新竹市下去。这样的话，我大概觉得2个钟头应该是可以到的。因为寿宴的时间是12点准时开始，所以就先赶路吧。我连那个休息站都没有下，一路赶。一接上西滨，就觉得今天的风好像有点大哦。从海上吹来的侧风，因为我有挂后箱，所以摇晃程度比平常还要大一些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了，我返程的时候呢，我绝对不会走西滨。这个凤鼻尾隧道设计真的有点奇葩啊，它这边有个红绿灯，而且很久，所以呢，每次要进出隧道呢，都会卡在这红绿灯。到底是谁把红绿灯设在隧道口啦？这个会影响车流呢。入了隧道口之后，没多久就会上了主港大桥。这条桥左转呢，可以接上台68快速道路。但是假日的时候呢，你要上台68快速道路，基本上都要排很久，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不等。所以我都从这边右转，接着第一个红绿灯再右转。骑到底之后再右转，你就会接上台68快速道路的起点啦，是不是很快？可以节省大概10到20分钟的等待左转上桥的车潮。我们从新竹市的匝道下去，由于这边我是第4期，所以呢就速度放慢一点，看看导航怎么走。那这边要一个90度的转弯。真的是90度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跟着前面的车子走。好，我们下了平面了，快到了餐厅了，还剩10分钟的路程。那到了餐厅的时候，发现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停重机，连停车格都很少，所以呢，我就问了餐厅门口可以停吗？他说可以啊，你把车提上来啊。所以呢，就把车骑上去停啊，就是右边那一块可以停。这家餐厅叫做杨厨师，菜真的是很好吃，海鲜真的是一级棒，新鲜。谢谢表哥的热情招待，也祝姑丈80大寿，身体健康。那来都来了，那我就约了个住在新竹的朋友，他叫 Fox， 前阵子刚买一台2手的 CB350，所以我约他到头前期的河滨公园，来跟他会一会。互相欣赏一下对方的车子，结果导航带我走一条路，我悔不当初。因为呢，我光是通过那条巷子，至少花了30分钟。那红绿灯，它数量也太多了吧？我算一算，大概10几个红绿灯一个巷子哎！天哪！还好我已经到了河滨公园，跟我朋友来找个地方停车，在跟我朋友互相吹捧、互相赞叹车子的时候。我的手也没有闲着，我把无人机放上去了，刚好台铁的列车也通过，我就转头去拍啦。其实我很喜欢拍那个火车，基本上我买无人机有部分的话也是因为火车啦。其实我已经带着无人机去很多地方拍火车了，影片很多，但是我都没有时间整理啊，分身乏术啊。我光整理机车的影片都整理不完了，
我还要整理空白机的影片，有够累，有够累。影片也很多啦，有时间我再慢慢整理。都顾着拍我车，忘记介绍我朋友的爱车啦。这台是 CP350墨绿色的。为什么会选墨绿色的呢？因为它最近受了晋级巨人的影响，对调查兵团心生憧憬，所以呢也选了一样的配色。我这次来呢，也给他一张调查兵团的贴纸，他没有要马上贴上去的意思。他说他如果自己贴了，他回去会被他小朋友骂，所以呢，他决定带回家，给他们小朋友决定要贴哪里。哇塞，真的是全家都中毒了，中了晋级巨人的毒。其实我中毒更深啊！我的后箱上面有2张调查兵团的贴纸，我的一件防摔套上面有绣了一个调查兵团的徽章。3点多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准备要回台北了。那我早上有说过，我不从台6E回去了，因为侧风真的有点大。我们改从台3线回去。哇，你看台68上面，看向那个内湾主东那边的山，天气还是很好啊。骑到底呢，就到了主东了。左转呢是去台3关西跟圆山。右转呢，去主东市区，左转北上，沿路的风景就不用多说了，常常跑这里的就知道，路很宽，路也很平，车子也不会多，就是这样，少少的。到了关西，就会发现这边永远都在修马路，地下是不是藏有大秘宝啊？怎么一直在挖马路嘞？啊，真的是哦。那时间还早，决定要去三坑自然生态公园走一走，看看能不能飞下无人机。这个生态公园在大汉溪河畔，它本来是一个湿地，然后整建之后变成一个有湖泊的公园，非常适合野餐。适合全家人出来走走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三坑老街就在从边右转下去的地方。那三坑自然生态公园要更里面，然后再往下，它在河滨的地方。看到这个绿色钢构隧道，就到了三坑老街的范围了。如果是开车的，可以开始找地方停车啦。前面有停车场可以停车。那我们没有要去老街，我们直接去三坑自然生态公园。好，右转就到了。看这个地方，风景非常好。现在已经4点半了，你看还是那么多人。汽车停车场是满的，然后机车停车格也几乎没有。只好先暂停一下路边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位置可以停。通常到一个地方要飞无人机的时候，我会先把民用航空局的 APP 拿出来看，发现这个地方是禁飞的，哦，气到，只好拿手机出来拍一下夕阳了，还有湖畔美景。啊，真失望，不能飞。正当我很失望的时候，居然看到头顶上有无人机在飞，而且飞得很低，我就很好奇啊，到底是谁在飞？我就跟着无人机走，无人机后来降落了，原来是一位大哥躲在车子前面在拍，我就上去跟他攀谈了。我说：“大哥，你知道这边是禁航区吗？”他说他不知道，他也是网络上看到人家介绍风景很好，所以就跑来拍啦。我说：“你应该去下载民用航空局的 APP， 里面的话就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飞，什么地方不能飞，或是你按一下定位，它会告诉你你现在这个区域是属于什么区，绿区可以飞，黄区限制的飞，红区完全不能飞。要注意一下，如果是军用基地的话，这罚则很重哦。”这位大哥半信半疑的问说：“那被抓到会怎么？”我说：“
说至少罚3万起跳啊，3万到30万都有啊，要看清楚法则。那位大哥吓到，马上东西收就跑掉了。还好我有叫他下载民用航空局的 APP， 希望他下次飞的时候能够先看一下。往上往台北的话，我会建议你走河滨。一般导航都会叫你走市区啊，我就有惨痛的经验，跟着导航走，那个离合器都压到那个手已经有点痛。那我们回台北的路上会先经过中庄调整池，我们就转进来看一下最后的落日夕阳，实在蛮美的。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，只剩下余晖在那边照映着半边的天空，那个色彩那个渐层真的是很好看。上完厕所出来之后，天空完全黑下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家，沿着河滨的道路慢慢骑。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骑车出门，走台64，走台61，再接台68到新竹市区参加故障的寿宴。再来就是跟朋友约在头前溪的公园，聊着车，放着无人机，看着火车通过。那再来就是继续上台68，到了竹东，左转上台山线，然后再去山坑自然生态公园，打算放无人机，结果发现是禁区，还劝退了一位路人在禁区放无人机。接着我们到了中庄调整池休息一下之后，沿着河滨道路回到台北去。那眼前的话就是重阳桥了，准备上桥。然后影片到这里也快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